大家好，今天这个故事听起来像卡通，但你若亲眼见到，保证头皮发麻。一条平凡的狗，一个不平凡的玉环，一场看似临时的照顾任务，竟然牵出了一连串好运交换的奇事。到底是命中注定，还是另有邪气作祟？谁才是真正的受害者？又是谁其实是命运的收割机？别急，答案最后才会揭晓。事情要从一位打工的小妹说起，她叫陈小慧，由赖清和饰演。平时个性古灵精怪，工作也不算稳定。有一天，她临时有事，没有办法照顾家里面的宠物，就请了她的朋友杨可薇，也就是谢金颖饰演的角色，帮忙代班顾狗。说是帮忙，不过只是一两天，谁会想到这一两天会改变人生？更夸张的是，这段时间里面，连狗都变得怪怪的。这狗叫做来福，平时很乖，但只要杨可薇靠近，它就像中邪一样，狂吠乱冲，好像闻到什么不干净的气味。更离谱的是，陈小慧在回来之后，居然突然开始发作疯症，嘴里还一直念着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。仿佛一夜之间变了个人，到底是狗疯了，人也疯了，还是什么东西换了位置？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神秘的男子登场，他叫欧阳辉，是红毛饰演的角色，一脸神秘兮兮的出现在路边，竟然一眼就看出杨可薇最近运势不对。他说他有气场混乱的征兆，然后说了一句让人冷汗直流的话：若你身边有人佩戴玉器或者项链，千万不要睡，否则你和对方的命运将会互换。杨可薇当时当然当成是笑话，谁信呢？这年头讲命运交换，还不如去算塔罗牌。但奇怪的是，他回到家里，赫然发现自己脖上的玉坠裂了一条缝，而那一天陈小慧的家的墙边也出现了碎玉的痕迹，巧合吗？还是真是换命了？更扯的是，从那天开始，杨可薇开始出现了很多不属于她的行为。她突然喜欢上了辣到爆炸的臭豆腐，以前连闻都不敢闻，还能在市场讲出超厉害的杀价术语，像极了陈小慧那一种精明劲。但同一时间，陈小慧却突然变得文青又敏感，每天只写诗看剧，还对狗过敏，连自己的来福都不认得了。这不是单纯的性格变化，这根本就是灵魂互换。就在大家还在摸不着头绪的时候，另外一个熟面孔现身了。林敏贤、洪浩俊是再次跟杨可薇不期而遇，两个人之前就有一些微妙的缘分，但这一次却刚好在一家老玉铺碰上，而老板看到他们两人同时走进店里，竟然脸色大变，把一个装着玉环的木盒直接摔碎，并喊出一句“不能这样，命运重组了”。这句话像一颗炸弹，让人整个炸醒。什么叫做不能这样，命运重组？难道之前就有人这么干过吗？这些玉器不只是饰品，这些人之间的关系难道早就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操控吗？如果我们往历史上面翻，会发现不少关于命运交换或者是灵魂互换的民俗传说。比如说日治时期有个叫双生石的怪谈，据说两个人同时摸到那颗石头就会交换人生。而在南部某个乡镇也流传着一个叫福寿玉的故事，据说碎了之后一个人就会变衰，另外一个人会连中3期乐透。这些故事听起来都像乡野传奇，但如果我们把它和好运来的剧情放在一起看，是不是太过吻合？是不是有人刻意埋下这些改运陷阱？如果命运可以被操控，那么我们做的每一个选择还是我们自己吗？在全球的影视剧里面，这样的设定也不罕见，像好莱坞的换身男女 Freaky Friday 或者灵魂急转弯Soul 都探索过换命和灵魂觉醒的主题，但那些多半温馨，带点哲理，而好运来的处理却更接近亚洲的鬼神文化。它不是给你成长机会，是直接把你抽换掉，根本不是励志，而是诡异。更诡的是，为什么刚好这些角色发生的这些事是陈小
会自己想改命，还是有人在背后推手操盘？是欧阳辉那一句话是预言，还是其实他自己就是幕后的主使？讲到这里，不得不讲点轻松的。如果换命真的这么简单，有些人搞不好会排队等着睡玉环呢。比如老板娘可能想换成女明星，学生哥想变成超模，或者失恋的人干脆换个人，活得清清爽爽。但你敢不敢赌？万一换的那个人其实比你还要更惨呢？就像杨可薇原本只是帮忙照顾狗，结果自己的人生被迫被掺了一脚，连性格都不见了。他也曾经怀疑自己是不是精神出问题，甚至去找心理咨询，直到后来真相才终于浮现。原来这一切的关键早就埋在那块碎掉的玉里面，那不是普通的玉，而是一种传说中的昆仑换运环。据说1000年前只有巫师才会用，它本来被封印在某位风水师祖传的盒子里面，没想到被当作宠物挂失，错换送给陈小慧家里。更震撼的是，当年陈小慧在网上拍买到那间浴室的时候，在网上写上一个命转福来的账号下单，而这个账号早就已经注销5年，连物流记录都查不到了，根本是从不存在的地方寄来的。这不是只是命运交换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试炼。而最后那一场狗来疯的事件，其实是整个仪式的触发点。那条狗的叫声，正是驱动玉气能量的音频共振关键。来福不只是宠物，而是一把打开命运之门的钥匙。这场荒诞剧提醒我们，你以为无心的举动，也可能就是改变人生的开端。你觉得好运，可能来自别人的倒霉。而你现在的生活，也许并不是原来你应该过的，所以没有什么预示是你从来没有想过的来源的。有没有哪一次命运转换突然顺到不合理？或许请检查一下你家里狗的眼神，它真的还认得你吗？凡事有因果，命运也有环扣，要好运不要乱来。最后我们用一首古诗来总结今天的故事：风吹玉裂命相残，狗吠惊魂道破天。谁主成佛终换位，来福深夜笑未眠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跨界茶话间，我们下集会有更精彩的内容。阿峰祝大家平安快乐吉祥，我们下次见咯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峰。50岁可能很多人想着退，而我只能拼。我用这个频道努力为大家讲出世界的真话，冷暖人情，人生百态，从写稿拍摄到剪辑，每一支视频我都自己扛，只希望对得起每一位愿意停下来听我说话的你。如果你愿意支持我继续讲下去，请加入会员频道，和我一起守住这份坚持。会员朋友可以享有抢先观看新视频、幕后花絮、点名感谢上榜机会、每月会员专属直播互动。一杯咖啡的价格就是我继续走下去的动力。请点击下方加入会员，让跨界茶话间不只是我的坚持，也成为你的选择。谢谢你，我们会员专区见。